是不是很惬意啊？在这边吹着风，仿佛一切都安静了下来。你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随时可以来这里，来感受这里独有的宁静。好。 孩子，你在这儿安心住一晚，明日我给你些盘缠，让你回家。你家住哪儿啊？通泉县。通泉县，怎么这么耳熟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。 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，他的家乡也在通泉，那离这儿很远。姑娘，你被劫了道，最好还是去报个官。我不想报官。为何？我恨当官的。多年前，我姐姐就是被当官的掳了去，后来宅子起了大火。 差点被烧死，再后来，他又被人逼迫的跳了悬崖，死了。阿姨阿娘千辛万苦的养大姐姐，却传来了这样的噩耗，这谁受得了啊？你说，我还能相信当官的吗？是啊。 这的确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。哪儿呢？哎，就那儿。哎呦，怎么跟赶不走的苍蝇似的？这。哎呦！ 武将军，武将军，你怎么又来我这儿了呀？
这盐你可都是亲自验过了，不会没完没了吧？公司是不必担心，我不会再验了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因为不必再验了。这是监管东桥仓的小吏和一些私盐贩的口供。最近我查到一个人，此人平日里负责看守盐仓，姓赵，名卜。他将官盐从这东桥盐仓偷运出去，埋在近郊，再由私盐贩将其取出。只可惜这个赵卜啊，嗜赌成性，赊了账还不起，便铤而走险，将这些盐都揣进了自己的腰包。可这纸终究是包不住火啊！怎料此事败露，背后的人便要杀他灭口。公子时，你猜我有没有救下他？老伯，还没睡啊？啊，睡不着啊！都说人越老越糊涂，我怎么年岁大了，过去的事儿反倒记得更清楚了？你这是烧给谁啊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怎么了？有人要杀我！啊？谁啊？谁要杀你？你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追杀这位弱女子？她可不是弱女子。陆威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与玉石案有关。滚开！要不然连你一块杀了！闪开！住手！给我住手！你们还想怎么样？他当年下令灭口了多少女子，又强逼着3次定案，害死于谦一家老小。他吴有敬做的孽还不够多吗？为什么就不能放过一个女人？你要杀他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你跑啊！快跑啊！我不用跑，你也不用死。到底是什么人？公司时，非要我把话给挑明了，就没意思。吴将军，你别诈我！什么赵卜、张卜的，这没这么个人。现在此人就在我的手上，你若不认，那便随我到圣上面前辩个分明。哎，吴将军，吴将军，吴将军，去不得，万万去不得呀！哎呀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得不说了。我一直让你别查，别查，这不只是为了我自己，这也是为了你呀！我离开圣都这些年，没想到还发生了这么多事儿。来，我原本以为你跟他们一样，可刚刚你肯为救我而死，证明你并非狡诈贪婪之辈。可为何当年你却匆匆给于谦定罪？这天底下做父母的，为了自己的孩子，有时候本官身为御史大夫，掌邦国行宪典章之政令，自当是有冤者伸其冤，
方可下无愧于黎民，上无愧于君主，绝不能贪污受贿，冤枉好人。于前乃是朝之脊梁，我岂能违背道义去压垮这条脊梁？是在牵牛卫当差吧？哎呀，一日他醉酒下朝，奸污了一名宫女啊！而承其家风，为人清正，绝不会干此等卑劣之事。没有吗？我怎么觉得有啊？这人一旦有了软肋，到时候你不想犯错都难呐。于谦，我打心底佩服他，可他的下场如何呀？他的家人又如何？即便有再多抱负，也是枉然。于谦是个直臣呐，可这世上又有几个于谦？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无颜面对自己那身官袍，便辞官归隐了。没想到此案的背后，从一个县尉到王公贵胄，牵涉种种，竟如此复杂。孩子，我老了，生死不过几年，可你还年轻啊！你听我一句劝，放下过去，别再去找武攸敬，他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。千万别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呀！太公受苦了。康平王亲自来看我，我便知这里就是我的葬身之所了。终于，还是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是啊，以死期换死期，本就让人意想不到。你是待我受过。当年，你替我去通泉县笼络度粮，就是要把通泉的盐仓握在我们自己手里。此事没什么好后悔的，你的沿路之棋也已经成功大半了。李氏一派指望太子上位，蠢蠢欲动；圣上又打压世家，提携寒门。若有一日圣上薨，我51一族拿什么跟他们争？盐乃国脉，把它握在手里，才能保我50根基。康平王要我接下来如何做？还请直言。我会上书，力保你的家人，不让他们受到你的牵连。我明白了，那叶平安见微便能知主，是个乱局的祸害。无论如何，绝不可留。平安，我看你思绪不宁，身在圣都，却好像被囚于牢笼之中。你应该出去走走。
于我而言，哪里不是牢笼？还一平自尽了，但我总觉得这背后还有什么。这御史案结案也没彻底打消他的疑虑，他还想追查严的事儿，恐怕迟早会生事端，还请康平王早做打算。父亲，叶平安要设法除掉，他迟早会查清御史案。此事我们不便出手，不如用酷吏这颗棋。御史案，难道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？现在你还要杀了叶平安？康二，没有规矩。你告诉我什么是规矩？我刚从宫上那儿回来，你猜我查出什么了？本来我一直以为，在背后私盗官盐的人是李宗旭。这个胡家明明家业昌盛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兄长，你一直念叨金元之战，多少人尸骨成山，就是因为李氏把持政策，怂恿官吏从中作梗。你愿意让这种事情重演吗？不管政仓在谁的手上，如果这天下皆是清官良臣，这种事就绝不会发生。还有，你做的这一切根本就不是为了你儿子，只是为了你手上的权力。为了权力，你竟然可以盗取官盐，结党营私，炮制御史案，害死那么多人，做出这种伤天害理、天诛地灭之举。你是我武氏子孙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能当大将军，刚出生就比别人高出一个台阶，都是因为你姓武。兄长，不用管他，他会下命来的。这，你是我武氏子孙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能当大将军，刚出生就比别人高出一个台阶，都是因为你姓武。你姓武。武将军，你这可是有急事要面圣。要。武将军，你只是马儿受了惊，我没拉住而已。范内侍，叶行医，请吧。陛下，今天来医馆，是想跟你探讨一下医术之道。平安不敢。有何不敢？你的医心之术，圣都内可是人尽皆知啊。平安惶恐。起来吧。平安，朕问你，这一罐汤药，如何才能成为一剂良药？好药材，服以好火候，对症，才是良药。正所谓轻科要急，沉科要缓。平安斗胆一问：隐疾该如何用药？
隐疾藏于暗处，病患只能自欺欺人。长此以往，轻症变重症，重症变绝症，到时候，就算手握神药妙方，又能奈何？说下去，百姓的病苦，皆因忍耐而起，因重情而忍榨取，因重义而忍盘剥。平安四处奔走，只为清除隐疾，以保患者无虞。叶平安，你的医道，朕算是看明白了，只不过这用火太猛，往往过犹不及。你的医术的确还欠点火候，离开圣都吧，到别处去历练历练。苏玄真人在想什么？再回过，我听来进香的人提起，才知道山下近日发生的事。你上回来为何不告诉我？我不想让真人再为往事挂心。你当年既然选择了帮父亲，便没什么可悔的。当年选择帮你父亲，是我犯下的第一个错。为了逃避世事抛下你，便是一错再错。你不能像我一样选错了路。素玄真人曾让我遵循自己心意行事，我来便是想告诉真人，我已做出了选择。康平王，武将军抓了好些私盐贩子，我担心会查到自己人头上，你要不要制止他？康儿只是对金元之战颜良未至之事耿耿于怀，等李宗旭一到，他自然就消停了。此事恐怕与苍丝使宫少脱不了干系。宫少，徐清，看来得找个机会去东郊盐仓看一看。武将军不日会来查盐仓，苍丝使要做好准备。多谢武舍人相告。原来叶平安就是御史案的帮凶。父亲，叶平安的身份你已经知晓了。此人是一把好刀，刀太快，也容易伤到自己。父亲说的道理，女儿明白。女儿有意祭献于父亲。叶平安有心急，可利用这一点将他送上绝路。雷父没有看错你。叶平安有才，但不能为我所用，将来只会成为我的阻碍。你想对他赶尽杀绝，就为了御史案？你与父亲都和御史案有关，而我是武家之女，我已不在乎什么清誉了。你不要因为我而受制于康平王。真人，你错了，我不是为了你，而是为了帮我自己。仙儿，正因为我是武家之女，才能坐上中书舍人的位置。父亲若东窗事发，使武家蒙羞，必会牵连于我。父亲有一句话说的极对，李武两家已势同水火，圣上若想绵延大封，便只能传位于武氏宗亲。我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武家的大业。康平王是幕后主使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花娘未曾料到自己会被毒杀灭口，死前手里紧紧握住了一把紫檀木梳。恰好康平王也好紫檀木雕，他是想在临死前给我们留下一点线索。康平王许诺了你，位极人臣，对吧？如果我是你，也会同你一样，牢牢倚靠住他这棵大树。你不是我，
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无忧竟掩盖御史案，倒卖官盐，笼络朝臣。李武之争，他早就在下这盘大棋。我再问你一次，能否放手？我护你离开圣都，我保你一生平安。你看那夕阳，今日沉下，明日还会升起。可明日我与你，就只能是敌人了。谁也不要手下留情。好，叶平安，我期待你成为我的敌人。金穗这么早就落雪，恐有异变呢。报！朔丹可汗呼，朔丹二王子继位，起兵反京。报！朔丹可汗呼，朔丹二王子继位，起兵反京。朔丹可汗呼，朔丹起兵反京。臣求请，领兵赴边，守我大封，抵御外戎。封大将军武安康为燕北道行军大总管，挂帅出征，钦此。是我下贱，我不该朝少卿泼水；是我愚蠢，我不该朝少卿泼水；是我下贱，我不该朝少卿泼水；是我愚蠢。这人犯了何事啊？要遭这个罪？他儿子因为犯私盐，被那袁绍卿抓到大理寺去了。这老头气不过，说儿子是快饿死了才去做的私盐饭，当头一盆水就浇到了袁绍卿头上。这一下可惹着阎王爷了，阎王爷就罚他在这跪着。啊，阎王爷罚他？你们私底下都这么叫他？那可不，这阎王爷过去人还挺好的，为大家伙办事，替盲沟请命。可自从他投靠了梅党，这人就变了，变得目中无人，贪图享乐，谁惹得谁倒霉。呸！真不是东西。也不怪有那么多私盐贩。去年盐价跌过一阵，今年却哐哐的涨。圣都的盐要卖400万一斗，谁买得起啊？吃口盐太难了。哎呀！私盐贩。这朔丹二王子真是野心勃勃。康州元年才连的印，可汗一死，他便夺得了王位，竟不顾与我大封的盟约，将武良臣扣押为人质，还挥兵南下，真是蛮夷。这二王子杀兄夺位，弄得朔丹各部是人心惶惶。他为了平定内忧，便派兵来掠夺我方粮草。正赶上严冬我军雪地作战的经验又不足，他呀，这就是蓄谋已久。郎主，我实在是不明白，你之前干嘛让礼部侍郎上书弹劾你，为官揽赋，奢侈无度，害得自己被圣上责罚，扣了半年的俸禄，还遭了一顿训斥啊！你知道
何为贪官？何为清官？何为奸臣？何为忠臣啊？这，要我说实话，郎主你总不能算是清官吧？你这个宇文泰和苏绰有一番对话，说的是帝王之术要用贪官顾全，除贪官排异，杀贪官收买人心。小人愚钝，没听明白是什么。我身居高位，不能不犯点小错误，不然就没有把柄攥在圣上手里了。但是我又不能犯大错，我要犯了大错，就成了老百姓的眼中钉了。哼，袁绍成最近没惹事儿吧？倒也算不上是惹事，就是惩治了一个私盐贩的父亲。那老头太嚣张了，大冷天泼了袁绍清一盆水，袁绍清让他跪在街上，头顶着水盆，高喊认错。大奸四忠，大忠四奸。袁绍成是个聪明人。郎主啊，康平王现今在朝中是如日中天，拥护者众多，力推武家继承大统的声浪已盖过李家。你更应该像以往那般与他亲近才是啊！怎么反而三避不见，躲在家中装病啊？我刚才说的话你一点都没听懂。康平王几次三番的让我往炎帝给他派官，这就是大错。郎主，康平王来了，我跟他说你在病中，不便见人。可，郎主，康平王，哎呦，梅阁老，病了这么久也不见好啊！你可是股肱之臣啊！朝中不可一日无你啊！必去如抽丝，老不中用了。不是怕你被庸医给耽误了，我特意给你请了一位高人，去给梅阁老探病。康平王，我家郎主的病有些奇怪，陌生人一靠近，浑身奇痒无比，起出很多红疹子，还是不要靠近他好。那这病怎么传染呢？康平王，就是说你病好之前，我还不能再来看你了。哎，你好生歇歇吧。郎主，康平王下次再来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啊？他看出我是装的了，不会再来了。赵峰看见他了吗？看见了，赵峰已经风风火火地查私盐贩的事去了，还让人把跪着那老头给带走了。那不是挺好？赵峰为官尽责，向来就爱管那些民生闲事。少卿，我真是越来越不懂你了，为什么好事留给别人做，骂名都是你担着？有人跟我说过，善名恶名都不重要，我觉得也是。只要我背着骂名，自然有人放心。少卿，扬州。哦，送信的人说，这是有人花了重金，特意让他带进圣都的。少卿是去康平王府吗？不如我随你一起啊。
不必了，你帮文宇整理一下里面的卷宗吧。哎。草民乃扬州千户，今状告州籍属监曹和，状告我，何以擅自侵吞漕运费，以公谋私，贪墨无度，请彻查何以及与之来往官吏，在扬州为不法之事。康平王，饶命啊！康平王，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。何监曹，你贪点小小的漕运费没什么，可因为这状子，扬州所有的沿路就都得停了。停了？这也不至于吧？哎，这状子不还没递上去呢吗？扬州一年的官盐50万担，转卖其中的5万担，那一年就是10万两白银呐。这状子若不是递到少城手里，而是递到御史台、户部，递到那些酷吏手里，这10万两啊，何监曹，要多少个你才够赔啊？康平王，下官定将戴罪立功。滚！是，这就寻条新的沿路来弥补过错。少城，你又立了一功。少城本就仰仗康平王提携，这都是分内之事。可惜那徐陵当上尚书右丞之后，这一年竟然没有出什么岔子，你恐怕还得再有一些耐心。要不，你和显儿的婚事先紧一紧，我找人择个吉日。谢康平王。江南这么早就下雪了，看来今年的冬天会格外冷。这雪景确实赏心悦目，但有多少人知道，雪下藏着多少脏东西？下雪了，路就更难走了。平安，我们该回趟圣都，去看看采莲和丹心了。参见康平王。这么快啊？才10余天就有消息了？是，不过这次寻来的盐贩与以往略有不同，下官不敢擅自做主，所以前来询问康平王。就说来听听嘛。经过下官多次寻找，这次寻来了一位私盐贩，他其实是私盐贩。是，你是嫌自己命长，还是想将康平王也拖下水？准确来说，他其实是一位牙人，他声称自己手上有大量的私盐，多到这个数3000担。哎，3万担。哪来的牙人手上能有这么多私盐？何监曹，哎，你该不会信了吧？这牙人的说法是，这3万担的私盐会按批次出手，之后再找大买主。关键是，他只卖100文1斗。100文1斗，正是。下官见这其中的利益着实不小，所以不敢耽搁，便火速前来禀报。现如今这牙人的身份尚未查证，何监曹，不如你将此人约出来，我去探探虚实。显儿，和少城一块去。是。
若是有人想取我们性命，此地很方便。若是真有人设局杀我们，那才刺激。你们是来找安爷的吧？跟我来。不会这么巧吧？我这赚钱挣到老朋友头上了。这交情可别乱攀，这钱你能不能赚到手，还不一定呢。这1年没见，平安，你什么时候喜欢上钓鱼了？今日可有鱼上钩啊？这钓着着鱼啊，得看运气。我这运势一直不怎么样，不过就是图个乐子。是成灰碾落成泥，如烟旧梦不可及。简约的呼吸堆叠成疏离，思念成片绵为体恤，纷愁乱絮不成句。回眸间已无前尘可疑，遗憾恍惚中理不清书。言不尽，埋入岁月里，不敢轻易提起。一杯冷月灼灰，一纸斑驳清泪，憧憬仓促间落笔成事与愿违。孤雁啼哀生辉，夙夜辗转不成美，只能这一丝。